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最近，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的演讲和信天翁档案的解密，让公众重新校准了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回顾历史，更是对未来的一次深刻警示。大家可能以为新加坡独立是理所当然，但李资政的核心观点是，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曾经是个奇迹。大家应该都很好奇，1965年新加坡独立风险究竟有多高？新马分家对新加坡来说真的是最好的事吗？以及这段历史对新马两地各自的建国之路留下了哪些永恒的警示？理解1965年的艰难抉择，才能真正明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并非理所当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信天翁档案揭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时，面临的风险几乎是攸关存亡的绝境。当时的建国领导人和人民都无法确定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岛国能否生存。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国土腹地狭小，一旦失去马来西亚的共同市场，就意味着必须独自面对全球残酷的竞争。当时谁能确定这个贪玩之地能够找到经济自给自足甚至蓬勃发展的方法？第二个致命风险是国防与安全的高度脆弱性。新成立的主权国家军事力量几乎为零，在冷战的阴影下，加上印尼对抗的区域动荡背景，新加坡随时可能受到外部强权或国内动乱的威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军队、没有资源、没有盟友的小岛国，在动荡的区域中有多么危险。因此，那时的独立是真正的奇迹，是用勇气和智慧在绝境中搏出的一线生机。信天翁档案证实，分家是新加坡所经历过的最好事。新马分家带来的机遇彻底扭转了新加坡的命运。在合并时期，新加坡面临持续的政治决裂和被联邦政府逮捕领导人的风险，社会也常被种族宗教议题撕裂。但新马分家之后，新加坡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最关键的改变在于政治稳定与经济主权。分家后，新加坡能够建立一个统一、高效非种族化的中央政府，保障了政治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完全掌控了经济主权，它可以实施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的开放政策，将港口和金融中心的潜力最大化，而无需受制于联邦政府。同时，新加坡坚守多元、种族主义和唯才适用的原则，避免被身份政治分裂。事实证明，只有这种独立的主权和坚定的治国原则，才是新加坡长久繁荣的基石。通过解密档案，李资政强调了新加坡从与马来西亚合并的2年经验中汲取到的核心教训，这也是新马两国在建国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这个核心教训就是对种族政治的警惕。新马分家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基于种族或宗教的身份，政治与新加坡推崇的多元种族、平等竞争的原则格格不入。因此，新加坡领导人立下了一个永恒的承诺，永远绝不会让种族或宗教分裂新加坡。这是新加坡治国方略的最高原则，确保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运行。档案的解密将这一沉痛的教训定格在历史证据上，提醒每一代新加坡人必须持续捍卫多元种族和谐。这种坚定的承诺确保了新加坡政治环境的稳定，也是其能够吸引外资，并在外交领域取得成功的前提。信天翁档案的解密是对所有新加坡人的一次深刻呼吁。独立并非理所当然，我们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建立在1965年那场巨大的风险之上。新加坡的独立从来不是注定的，理解当年的风险，才能真正懂得珍视并继续捍卫今天的成就。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历史教科书，提醒每一代人，只有在政治稳定、多元和谐以及主权自主的基础上，新加坡这个奇迹才能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你怎么看？
如果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今天的它是否还能如此辉煌？独立真的是命运的奇迹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